在这个 SUV 当道年代，还有车企愿意推出 MPV 车，真的是非常勇敢一下。还有又见面了，荧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继 BYD Seal Performance 推出过后啊，这个 BYD Malaysia 很久没有推出新车了哈。当然，可能有观众朋友会讲，它不是有推出这个24年版本的这个 Atto 3吗？或者是这个 Seal Standard 啦？我个人认为这辆车不算新车啦。所以今天 BYD Malaysia 就带给我们他们家的最新的 MPV 车型，也就是我身后这辆 BYD M6。到底这辆 BYD M6 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今天啊，就让我带你们来一趟 BYD M6 之旅。Let's go！ 刚刚啊，我有细细的看了这辆 BYD M6 它的外观设计、内饰还有它的配置，我只有一句成语可以总结它，那就是非常的朴实无华。首先，第一个朴实无华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外观设计。它整体的外观设计呢，没有用太多 fancy 的东西来做点缀啊，整个的外形设计非常的简单，只是单单用了一些 chrome 来作为点缀。虽然官方讲啊，这个 M6 的外形呢，它是以龙脸的设计来作为设计语言，可是啊，它的整个前脸造型呢，我看起来比较像海豚啊。首先就是它的这个 bumper 啊，它就是一个微笑唇的设计，加上呢这个外形啊非常的圆润，让我感觉到啊看起来非常的 peace， 非常的祥和。至于原本那个海豚哪里像海豚，我就不懂啊，可能那个海豚没有发育完成啊。虽然讲它这个外形设计非常的祥和，非常的朴实无华，可是呢，它这个头灯啊一点都不朴实无华，里面有5颗的 LED projector 灯，加上有一条非常亮的 daylight， 哇，看起来非常的 sharp。整个的外形设计呢，它的这个头灯啊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它的铝圈呢是采用了一个17寸的铝圈，这个铝圈的造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 match 这个 M6 的外形设计啦。它是一个 dual tone 的 design 的 rim， 轮胎的尺寸是225/55R17的轮胎。在这个右边的 side mirror 嘛，它有一个 MSC 的功能。这个 MSC 功能呢，也不是第一次在这个电车上面看到啦，像是 Atto 3啊、比亚迪的 Seal 都有这个功能。这个 MSC 卡呢，你可以直接登录在你的手机，不管是 Apple 或者是 Android 手机都可以登录，又或者是你可以登录在这个 Apple Watch 上面。所以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不用带这个 MSC 卡，你们只要带着你们的手机或者是 Apple Watch， 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 M6 解锁以及 start 车了啦。当然，如果是说你们的手机或者是 Apple Watch 没有电的话呢，你们也可以用这个 MSC 卡来解锁这辆车跟 start 这辆车。而且它比这个 Atto 3多了一个功能，就是它的 MSC 卡一解锁过后，整辆车就会 start 了。所以这一点来讲，这个就是比这个 Atto 3来的更加方便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朴实无华。再来另外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地方呢，就是它的 Power Tailgate， 你可以用声控开启或者是关闭啊，当然手动开启、手动关闭也是可以的啦。但是这个 Power Tailgate 啊，它是只有 Extended 版本才有啊。这个 Standard 版本呢，它是没有这个 Power Tailgate 的。再加上呢，这辆车啊，它是没有给你 Spare Tire 的。再来另外一个非常朴实无华的地方，就是它的尾箱容量，它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尾箱容量。我们的 Adrian 哥哥哈躺下去啊，完完全全没有问题。除了这个第3排的椅子可以平躺之外啊，第2排的椅子呢，也是可以完完全全平躺的。当然啦，我个人呢也是有进去躺过啦，哇，整个空间感非常的好，非常的棒，非常的平整。你在上面滚来滚去啊，转来转去啊，完完全全没有问题。如果是说今天你们要带你们老婆去山上看月亮，或者是海边看星星，你们可以铺了一个气垫床，加上它还有一个全景大天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附加的功能，是不是非常的朴实无华啊？但是这个全景大天窗也是只有 Extended 版本才有啊 ，Standard 版本没有全景大天窗啊。现在这个 BYD M6 啊 ，Standard 版本109,800块钱 ，Extended 版本123,800块钱。除了刚刚我所说的这个 Power Tailgate 以及这个全景天窗，这个 Standard 版本没有之外 ，Standard 版本的 M6 呢，它没有 ADAS System， 所以这3样东西呢是这个 Standard 版本没有的啦。两者的续航啊也是有差别，这个 Standard 版本它的续航是430 km， 而 Extended 版本它的续航是520 km。不管是 Extended 版本还是 Standard 版本，它的 AC 慢充呢是只支援这个7 kW 的 AC 慢充啊，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因为大多数的电车呢都是可以支援11 kW 的 AC 慢充了嘛，只有这个 BYD 的还在用7 kW 的 AC 慢充，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需要进步的地方啦。好，来到这个内饰部分啊，我们先来讲这个无华的部分。这个无华的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 dashboard 啊，通通都是 hard plastic 的。
但是这个 BYD Malaysia 呢，可能为了让这个 dashboard 的 design 不要太过 boring 啊，在中间呢加了一个好像木纹、仿木纹或者是拔丝纹的饰板来做点缀啊，让这个 dashboard 看起来就没有这么的无聊，没有太多的那种 hard plastic 的感觉。来，我们讲这个朴实的部分了啦。朴实的部分就是它这个车机啊，这个15寸的车机呢，它可以做很多东西，其中一项就是可以让你唱卡拉 OK。平时你驾车的时候这样子唱歌，不爽，拿着麦唱歌比较爽。而且如果你很喜欢唱歌的话，你们可以一边充电，也可以一边唱歌，何乐而不为呢？再来还有一个兼具朴实与无华的东西，就是这个 meter。哇，竟然有电车用 analog 的 meter。现在很多电车嘛，我们看到都是用这个 digital meter。今天终于看到一辆电车是使用这个 analog meter 了的。可是呢，它还是有它的朴实的部分，像你大家的这个 pressure 啊，还有一些显示，这个中间的这个 digital meter 还是会显示的。所以这个 meter 呢，就是非常的朴实无华。虽然讲这个 dashboard 是无华的部分可是它有一个朴实的部分，就是它有15瓦的 wireless charging port。可以看到5%我还是可以充电。所以这个120多千的这个 extended 版本的这个 BYD M6 虽然讲它没有给你很 fancy 的东西可是该给你的东西还是有给你的不过要吐槽一部分这一个 M6 它的这个冷气调整没有实体按钮。可能有眼尖的观众朋友会讲我看到这个中间的 control meter 那边有一个风扇的这个 on off 确实它有 on off 的功能，可是你没有办法做到风量的调节，所以这个功能来讲的话呢，算是可有可无啦。不过讲回来这个 dashboard 用料非常简单，可是在下面它还是有氛围灯的，而且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它的氛围灯让你看起来不会很夸张，它隐藏到很好。我不喜欢那种太过夸张那种很多氛围灯的感觉让那辆车看起来非常的辣，非常的海鲜。这个 M6 的氛围灯呢，点缀到非常刚刚好。虽然讲它 dashboard 的用料呢，通通都是 hard plastic 啦，可是椅子没有减配。它的椅子呢，不管是 standard 还是 extended， 都用了皮革包覆的椅子。椅子的填充物呢，我觉得做起来非常的有支撑性，但是少了一点包覆感。它左右这个 seat 的靠边我觉得就包覆感不够啦整体坐起来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大沙发这样的感觉，是舒服的。作为一辆家用型的 MPV 车，它的乘坐感是舒服的。MPV Multi-Purpose Use Vehicle， 所以这个承载性一定要多用途。刚刚我说到嘛，这个椅子可以完全倾倒，所以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乘坐空间整体来讲，这个乘坐空间虽然讲没有很舒服，但是也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椅垫我觉得稍微短了一点，椅背倾斜角度，我觉得还算是刚刚好，不会让你觉得太直。但是有一点非常好的就是这个 M6 真的 BYD 非常用心，它有考量到这个后排的乘坐人员的感受。怎样讲呢？很多的 SUV 车把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坐在中间，变成什么问题？左右的人没有办法吹到冷气。M6 完完全全没有这个问题，它把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直接 build 在这个 pillar 上面，所以不管你是坐在左边、右边都好，你都有冷气可以吹了。而且它的风量调节呢，你不用在前面的荧幕调，在这边就可以调到风量调节了。我也发现到很多中国车它在充电孔都不愿意加这个 LED 灯，造成了像我们这种暗光低光源的环境或者是晚上的时候要充电要插 cable 做不到动非常的麻烦。但是这个 BYD 呢，在所有的充电孔都有加了 LED 灯，这一点非常的好，非常的用心。而且它不只是在中排有这个冷气出风口第3排的椅子也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所以这辆车是不是非常的朴实无华？虽然讲这辆车的承载能力不错，可是这个第3排我就觉得不太适合成年人坐啦。整个的第3排空间非常的窄如果是说短途还 OK， 长途的话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有压迫感。可以看到我的膝部空间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空间。如果是说第3排你要长途行驶的话，坐小孩子可以成年人我就不太建议啦。所以这个第3排空间就大概是这样子啦。好，介绍完了这辆非常朴实无华的 M6， 它的外观还有内饰之后现在来到最后的环节，也就是试驾环节。虽然讲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M6 和 Extended 版本的 M6 都是 Front Wheel Drive， 但是两者的马力有所不同。
Standard 版本的 M6 最大可以输出161匹的马力 ，Extended 版本可以输出201匹的马力。但是它们两者的扭力输出都是一模一样的，都可以输出310牛米的峰值扭力。至于今天我试驾这辆 M6 呢，是一个 Extended 版本的啦。首先它的起步加速感来讲，对于现在马来西亚的电车来讲啊，是属于中规中矩的表现。但是对比一些采用 1.5NA 的 MPV 或者是 SUV 来说啊，这个 M6 在 City Road 的加速表现比他们来得更加的好。再来就是啊，这一次试驾有提供简短的麋鹿测试嘛，虽然说这个速度不快，不过啊，在这个有雨天的情况，可以感觉到这一个 M6 的 body roll 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啊，也不会因为地上湿滑的关系有失控的情况。这一点可能归功于啊，这个 M6 车底下有一个大电池镇压着吧。试驾完了这辆 BYD M6 过后啊，我突然想到这辆车非常适合某种人的需求。假设说今天你家里有一辆油车可以长途行驶，想买一辆电车给你老婆载孩子上下学，然后平常去买菜，再加上呢你老婆啊有负责载这个打扮的小孩子去上下学的话，期间呢可以赚点 transport fee， 这辆车就非常符合你的需求。如果今天你的孩子有2个，加上你老婆有3个人，这辆7人座的车还有4个位，你就可以载4个同个打扮的小孩子一起去上下学。这样子来讲的话，一个小孩子你收100块钱，4个小孩子你就可以收400块钱。假设说今天这辆 M6 啊，它的公车期是1400块来讲的话，你每个月啊有1/3这个车期啊，就可以用这个额外的 transport fee 啊来 cover 掉了啦。所以是不是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听下去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这个 BYD M6 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你们不妨可以来到 Mid Valley 的 BYD showroom 去了解一下这辆朴实无华的 BYD M6 是不是适合你们的需求啦。好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视频内容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